我很久没有看戏了，目前可以有戏看。今天做贵宾，我是草莓，今天带我的父母到电影院观看这部以南洋背景的故事。你们知道要去看什么电影吗？阿妈的戏。你今嘛地多位。今天这集特辑会有少许电影观后感，也会回答前几集观众留言的问题。我了解啦，阿妈讲的，做人爱敬意。电影动作好看。好像你刚看戏，你有睡觉吗？有一点哦，你觉得跟电影里面的那个是一样吗？差不多一样。去的时候涂红色，回来变黄色，什么？营养不好哦。Hello， 我们之前有播出了3集，就是关于去福建探亲的一个旅程。最近上映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然后它是下南洋的故事，最主要的语言是以潮州话为主。很多人就敲碗讲说，叫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会不会有共鸣啦？因为他们看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他是不是想知道，我们跟这个故事的那一个距离有多远？因为最近马来西亚其实刚上映这一部电影，其实好评也很多。今天我就是现在从吉隆坡，然后要去巴生，载我的父母去看这一部电影啦。我也有问我的大哥、二哥要不要一起去看。其实我还有一个三哥，不是这一位啊，但是他们刚好今天都不太得空，所以就我和父母去看了。到巴生了，原来巴生也有潮州会馆。你是講福建話？唔是福建話，潮州。你潮會啊？你會聽潮州話嗎？不大会啦，不过它有接近。差不多期待的那个，到时再给你们报告。OK。有那个网友问我们回到去福建吃他们煮了会不会吃不惯？第二个孩子还很期望，所以我就自己特别再煮更大的分量。我这个孩子很难会适应吃一些不是很熟悉的食物，没想到他在家乡的时候吃到很想念。第二天我就自己又重新再煮特别大锅。可以啦，吃什么东西？去到那里中国餐有什么好不习惯呢？这家戏院会比较旧，因为是星期日，加上父亲节的关系，其他戏院这个点的场次都蛮多人了，只有这家戏院还有好位置坐。我感觉很多人是来看给阿嬷的情书。进去看戏了喂！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听到后面有人在讨论剧情，他们讲福建话，听得出他们还是对于戏里面的情节有共鸣。真的是好多观众，而且很少看到戏院里有这么多长辈来看戏。孙要不是欠阿龙都不懂。哇，还好他孙欠阿龙哦。你跟他讲拿200万。100万给他的叔叔，100万自己拿，结果去到回来手空空。以前叫人家写信，就好像我的父亲这样，自从会赚钱了，就开始寄钱去给中国等刷的弟弟跟妹妹跟后妈，寄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还问到底你有没有这个亲戚存在，她还是继续的寄。以前的钱大嘛，30、50、30、50这样寄。每一年的过年、清明节、7月半、冬至，一年寄最少4、5个节日。然后它全部里面讲的是潮州话嘛？你们有？我是看华语，我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因为他这个潮州话是非常纯的潮州话。他们潮州人讲的潮州话，有些潮州人都听不懂，就像他们华人讲的福建话，有时我们在听都听不懂。现在去吃晚餐，订了7点的位置，现在6点半。他选角其实蛮有趣的，很素人啊。素人可是颜值都很高，潮州话又会啊。吃个晚饭，继续消化电影，先回答一些留言的问题。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在讲什么？应该弯了就没有力了，因为你弯了你推不到力你手可以弯到最后你没有力，不能走路了，人就变矮了。就这样的嘛，他O型越来越矮。所以10月还可以去中国。我爸爸的腿已经动了手术，你看走路多神气。然后刚好我爸爸聊到他从3楼跳下来的故事，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跳。不要爬楼梯吗？从楼上自己飞下来了。地上是马路啊？地上是泥土来的。泥土。你信吗？又没有符合你说看。留言告诉我，你相信他从3楼跳下来吗？
周末我们没有讲南安话，而是讲华语。通用啊，你是南安人，是讲那个福建话，讲那个闽南话是对。有些现在这边通婚那边通婚，最公开的就是讲华语的。南安跟永春也是福建话也是不一样吗？是咯，还有 slang 不一样。跟我们云春人讲话不正去了，南安话讲话不对去了。哦，妈妈好开朗，哈哈哈，好像小女孩。小女孩啊，我是老女孩，谢谢你的赞扬咯。你过一天不开心也过一天，所以我们要找开心。潮州人做工也很拼命的。哎，刚才那个人，你看，真的正宗的潮州人来的。因为你会相信他是真的潮州人。潮州人，他讲的这样流利，应该是咯。你有度眠一下？啊，没有，我度假就这样一度就起来了咯。因为我一路来很少看戏，所以不会说像坐住那几个小时看戏会啦。确实，我妈妈很难静静坐着看一部长片。今天可能戏院位置不是那么舒服，连头都没有得靠，反而让她看完了整部电影。有一个网友问，好奇你外公后面是一直待在马来西亚就没回去吗？经济不允许，而且他也不懂得怎样安排回去，所以他就一直在边拼命赚钱，寄钱回去。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第四的哥哥安排给他回乡，回来的时候整2个星期啊，整个脚肿，因为那边的亲戚朋友每天给他吃半生熟的鸭蛋。哦，半生，他那边是鸭蛋是半生熟了。半生熟当做那个我们这边的吃鸡蛋那样的。而且想到这边也放不下了，生意再做放不下。听我妈妈说了，我们兄弟姐妹小，她从来都没有去好好的照顾，因为她每天早出晚归。早上出去，孩子还没有起床，晚上回来，孩子睡了，因为乡下生活都是很早睡嘛。只是他能够用自己空手来到马来西亚，靠自己亲戚栽培，然后自己开一个小小杂货店，养了我们7兄弟姐妹。像外公是马来文，好像也是不错哈。马来文他是杂货，他很会讲马来话。他是因为开杂货店哦。对，因为我们马来根本很多马来人嘛，所以没有人看得出他是真正中国人。不过外公走的时候，他没有讲说他很想哪里张神这样子啊，没有这样。哦，没有，他没有交代，因为他怎样讲都不可能会在中国的，只是说因为更大时间在那边。对，因为第一他在这边时间长过那边，只是说有亲戚他想回去，之后来来去去有去了好多轮了，我看他应该有5、6轮，到最后他要往生的时候的那1年。他好像有心理准备了，他去到时候他流泪，很少看到男人会这样流。到了第2年他就走了。妈妈闽南语还是挺标准的，小小就跟兄弟姐妹讲惯福建话，爸爸妈妈这个就自然而然的会咯。我妈妈不只是会讲闽南语，她还会讲不同的语言。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啊。1, 2, 3, 4, 5, 6, 7, 8, 9, 10, 10个吗？那这边的Jawa人就叫 Siji Roro Telu Papat Lima Enam Pitu Wolu Songo 10。如果印度话呢，就是叫 One Rendu Mone Naru Ansi Baru Itu Ibu Tu Ampu Tu Badu。广东话1, 2, 3, 4, 5, 6, 7, 8, 9, 10咯。讲客话1, 2, 3, 4, 5, 6, 7, 8, 9, 10。如果英文话就1, 2, 3, 4, 5, 6, 7, 8, 9, 10，这个是很基本的咯。再讲下去就变成 broken 了。没有，还有，你要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啊，客家人客家人咯。我見他愛去看戲，你愛去嗎？沒有損失啦，多學一點語言。好，我其实已经在吉隆坡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确实比我想象中好看。确实我也是担心说，因为音效的太够力的话，有时候怕雷声大雨点小。可是实际上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说它有一点，就是这个故事有点太美啊。但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做的也非常的完整，所以会让我相信，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他们真的会发生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通常讲真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啦，中国人来到了南洋发展之后，他就会在这边找自己的另外一半，他的下半生生活就会在这边，他不一定会想要回去。所以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更何况不是那个男主角本身再去寄钱啊什么的，反而是由另外一个人去跟他保持这个联系，就是很好的一个憧憬啦。有一些演员的情绪，比如讲完了一大段哦，原来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然后那个阿妈她就她可以看一下她的橄榄凉了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人性化，
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就是讲说，哇，他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应该这个时候他应该走不出来了，这个情绪没有，他马上就要去看一下，好，回去看一下我橄榄凉了没有。就这个东西很接地气的一个，它是很现实生活有的一个情绪，因为已经隔太多年了，所以当他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有震撼，但是他主要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他活在他的那个生活里面，尤其是长辈的情绪又不太一样的非常的有趣。那在这边我也想要回答一下，有一些网友其实我挑几个问题来回答一下。我觉得9分钟让你吃饭这个菜搞得有点太随意了，要是在浙江起码整10几20个菜摆一大桌。其实对我们而言它不是随意的，因为首先我们马来西亚人不太习惯，就是就算是你们来到，就算我们有客人来到做客，我们也不会摆这么大桌，我们也不会招待的特别多到吃不完的那种，因为我们会觉得压力。如果吃不完的话，对我们招待的客人来讲是压力的，所以我们不太习惯，如果整桌菜是吃不完的感觉。有一个讲说我北打喊乡亲听得懂吗？然后也有comment 就讲说南马和柔佛的人都讲这种福建话。我北打喊我觉得那个乡亲可能听不懂啦，但是南马就是包括了柔佛，然后雪兰莪就是巴生啦，主要也是集中在巴生这一带，还有柔佛包括新加坡都是讲这一种福建话，但福建话会比较像那个音。我们统称福建话，在这里我们叫 Hokkien 话。为什么我会懂新加坡？因为我们看新加坡电影的时候是完全听得懂，然后也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我们这边南马一带的那个福建话是很像的。相反，北马就是包括槟城、吉打这一些，他们的福建话就比较不同的音。所以我在看马来堂哥，他在探亲的时候，在寻根的时候，我也是有觉得，他的那个口音应该是北马的。其实不要讲你们可能听不懂，我们可能也听不太懂他们的福建话。北马跟南马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其实 Hi, Pai say, I wonder if I'm also in your clan. My family name is Hong Fang. It's so touched to be able to trace the roots in China. Maybe 你看的是 subtitle， 所以我有些 subtitle 可能英文的 subtitle 我们没有换。在中文拼音来讲的话是红啊。其实来到南洋这里的时候 ，Malaysia 啦，我们的 family name 是 ANG。我作为一个北方人，经常被长辈告诉很近，然后走半个钟到1个钟，老年人真的很难走。这来自哔哩哔哩弹幕。我觉得除了讲说老年人真的很能走，或者说地大地小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对步行不是很友好的一个国家，就是你如果来过马来西亚旅游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走着那个人行道走着那个路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就是不是那么的全面，我们不太习惯走路。还有包括因为天气很热了，也不适合走路，然后那个规划其实也没有什么给人行道走了，所以好像来这边过马路那些要小心因为我们都很需要自己执伤啦，自己醒目。金纸给神的啦，祭祖用银纸，这个也是来自哔哩哔哩弹幕。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区分的，烧金纸就是给神的，然后祭祖我们用的确实是银纸，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大部分人讲的时候，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讲金纸的。就是我们都会讲烧金纸，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讲烧银纸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学的语言其实很多，所以很多话我们会统合去讲，包括我们最出名就是讲说八爪鱼啊、章鱼啊、乌贼啊，在我们这边统一都会叫它马来文 sotong 啊。今天的特辑就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